令武府现在都是挑最好的东西给咱们了，皇上疼小主，谁都看得出来，还让温太医一日一趟的炖了补药送来呢。你以为有多好？那药可苦得很呢。哦，对了，那个于氏实在是过分，听说他迁出钟粹宫之后，就准是对小主多加重怨呢。随他去，我行事向来问心无愧，想来诅咒也不会灵验。只是，他骂的实在难听，要不，奴婢去禀报皇后，让皇后做主。不必对这种人费事了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他失宠难免心有不平，过段时间就好了。小主也太心存仁厚了。小主，不要熬好了。最近的药似乎酸得很，许是温大人开的新药方吧？才起来没多久，现下又犯困了。哼，小主这2日特别爱睡，刚起来不久就又犯困了。扶我进去睡会儿吧。浣碧，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贪睡的？3、5日前，小主就容易困倦，一天12个时辰，有5、6个时辰都在睡着。前天皇上来的时候，都已经日上3竿了。小主，你还睡着？你也觉出不对了，是吗？小主，你先别睡，我去请温大人来看看。哎，别惊动了人，就说请温大人来把平安脉。小主得罪了，请小主忍着点痛。此穴名为合谷穴，若是小主只是寻常贪睡的话，此针下去便无事；若是因为药物的缘故，此针便会变色。
今日的事得告诉梅姐姐。是得让沈贵人知道，也好和他一起出个主意。那安大英呢？玲珑胆子小，免得吓着他，就别告诉他了。也好，小主这回一定要拿定主意，不能再忍让了。虽然我们长久不见，但好歹也是主仆一场。我问你什么，答就是了。板子备下了吗？回小主的话都备好了。如今你在哪里当差呢？在榆关女子那儿。那可是委屈你了。当奴才的，只是跟着小主罢了，没得好坏。你倒是想得开。你当初不是跟着你师傅去了丽嫔那儿吗？怎么又跟着榆关女子去了？师傅想跟回贵人您，得罪了丽嫔，连带着奴才也受了冷落。丽嫔让奴才将功折罪，伺候榆关女子去。丽嫔倒是为你打算的长远。我问你，你大半夜在我宫外，鬼鬼祟祟在做什么？小影子，在。给我狠狠地打这个背主忘恩的东西，打到他说实话为止。这，贵人饶命啊！贵人饶命啊！贵人饶命！贵人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贵人饶命啊！小主，那东西受不住刑，已经召了，说是榆关女子指使他做的。捆了他，和花穗一起关着，好好看着他们俩。这，看这情形，我怎么能不寒心？从前我待他也算不薄，不必为这种烂物东西寒心。现在情势明了，必是于氏怀恨在心，才使人报复。我对于氏已经足够忍耐，可他还是这样步步相逼。梅姐姐，要在宫中平安度日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？人无伤虎意，虎有害人心呢。你和我又何曾逼过旁人？可是他们却来要咱们的性命。这件事情还是得向皇上皇后禀报。人赃俱在，于是推脱不了。只是皇上若还对他念了旧情，那倒是不好办了。毒药和诅咒并没有害死小主，倒还有活命的理由。可是欺君之罪，就死罪难逃了。小主可记得奴婢曾问过你，除夕夜里，一梅园是否有人鱼目混珠？娘娘，怎么了？火急火燎的。小印子一晚上都没有回于氏那里，一早得到的消息，他进了碎玉轩就没有再出来。废物！娘娘，他已经是没根的东西，最是我们的刑，怕是已经招了。
于氏是肯定保不住了，他会不会供出娘娘了？你的意思呢？一了百了。不可，娘娘若此时动手，反而引人注目了。干脆就让于氏咬死这件事。他要甄嬛的命是为自己报仇，如今能活，怎可能不供出咱们？他是想活，可他更想全家都能活。说了这么久啊，意思得说明白呀，我笨嘴拙舌的。你要笨嘴拙舌，还有几个聪明的？话是得说明白，还得说的让皇上动心爱怜，是不是？多谢公公指点。哎呦，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了，还来这一套？哎，皇上怎么说啊？还能怎么说？接下来就有劳公公您了。苏培盛。你们是谁？怎么敢随便闯进来？奉皇上旨意，废于氏入了宫。我不相信！我不相信！我要见皇上！我要见皇上！你想见皇上？皇上早就不想见你了。走！我不相信！我要见皇上！臣妾给皇上请安，皇上万福金安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昨晚睡得还好吗？多谢皇上关心，只怕睡得太沉才不好。朕知道，景熙一早已经来回了朕与皇后。从今往后，你的药饮膳食，朕都会叫人着意留心，这种阴险的事不会再发生了。也怪臣妾自己粗心，未曾发觉。不是你未曾发觉，而是后宫争宠的阴毒之风，朕真是万万没有想到。朕已经命令杖毙了花穗和小印子。至于于氏，朕将他废弃冷宫，终身幽禁。嬛嬛，你不必再担惊害怕了。嬛嬛向来不与人相争，只因无意得罪了于氏，才殃及了那么多人的性命。嬛嬛罪孽深重，不配深受皇恩。你这可是多虑了。你本无辜受害，又受连番惊吓，可别哭坏了身子。嬛嬛曾在除夕夜祈福，唯愿逆风如解意，容易莫摧残，却不想天不遂人愿。你在哪儿许的愿？许的什么愿？除夕夜，倚梅园中。但愿逆风如解意，容易莫摧残。那夜雪地难行，嬛嬛还不小心弄湿了鞋袜。那你可曾遇到过什么人吗？四郎怎么知道？那夜，嬛嬛在倚梅园中遇见一陌生男子，只因是带病外出，更是男女授受不亲，便只能谎称是园中宫女，才得脱身。莫不是那夜的男子？臣妾失仪，臣妾不知是皇上，还望皇上恕罪。原来是你，竟然是你！朕还认错了旁人。苏培盛，奴才在。传旨下去，冷宫于氏欺君罔上，毒害嫔妃，赐自尽。这奴才即刻去办。皇上怎么了？突然要赐死于氏？他欺君罔上，竟敢自称是那日在倚梅园与朕说话的人，借此攀附皇恩。他屡屡以下犯上，朕都念及当日情，饶过了他，如今却是罪无可恕了。于氏千错万错，也只是仰慕皇上的缘故。君无戏言，于氏是罪无可恕了。不过，既然你为他求情，朕就准他的尸首可以回归本家。多谢皇上。
那日在倚梅园中祈福，可曾带了什么心爱的物件吗？香囊、扇坠、珠花。不过是女儿家喜欢的玩意儿罢了。四郎若喜欢，嬛嬛再做一个便是。此番的事，叫你受了惊吓，要做，也要等到放宽了心再做。朕不急，咱们的日子还长着呢。叫你过来是想跟你说件事儿，户部请旨要设立井田，底下的官员众说纷纭，有赞成的，有反对的。朕想，与其让他们乱哄哄的，不如朕亲自去看一看。反正就在京郊，几日就能回来。田地是百姓的生计大事，比什么都重要。皇上什么时候走？已经打点好了，即刻可以动身。皇上出宫巡视，一切得自己保重。本想带着苏培盛，可他是个太监，出门不太方便。朕做亲王的时候，时常替先帝出巡，知道怎么保重自己。你好好在宫里养着身子，等朕回来。曹贵人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？娘娘别看他老低个头，跟闷葫芦似的，但凡说出2句话来，还挺有道理的。他已经替于氏去安顿家人了。他是心细，他若没有替娘娘办事的几个本事，那实在是不适合留在娘娘身边。说到本事，从前在王府还是你得宠些，怎的如今倒不如他了？曹贵人不是有个女儿吗？皇上总见她多些。是啊，哪怕有个女儿也是好的。怎么都懒懒的不说话？就觉得心里堵得慌。怎么了？我心里恨极了被人暗算，也恨极了花穗和小印子。可皇上真的下旨杀了他们，我这心里并不畅快。是啊，看到杀人，我心里也不畅快，更何况扳倒了一个，后面还不知道有多少。来一个算一个，只要咱们齐心，谁都别想害咱们。姐姐也真是的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也不告诉我，还是来之前听皇后娘娘说起，说于氏谋害姐姐，还冒名是姐姐谋夺皇上圣恩。我不是故意要瞒你的，这种事儿听了伤神害怕，还是不知道的好。可是我把姐姐当做自己的姐姐，哪有姐姐出了事妹妹还不知情的道理？还好，已经没事了。姐姐没事就好。皇上已经下旨赐死于氏了，谁要想害咱们，他就得死。别看林荣平时轻声细语的，却是个有主意的。小主，于是他不肯就死，在冷宫中大吵大闹，非嚷着要见皇上最后一面才肯就死。怎么见？这个时辰，皇上怕早已经出宫门了。难不成还容他活到皇上回来？回皇后了没有？皇后这几日头风发作，连床都下不来，自然是管不了这事。那就只剩华妃能管这事儿了。华妃那里什么动静都没有，说是身子不爽快。她素日与于氏走得近，这会子怕避嫌还来不及呢。于是他口口声声地说是受人诬陷，还砸了毒酒，形同疯妇，还在宫中大骂我们小主，言语恶毒，令人不忍耳闻。随他去吧，垂死挣扎。姐姐，我看时候也不早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路上小心。妹妹慢走。宝娟，冷宫到底是什么地方？那是关押被废黜嫔妃的地方。以前有很多被废黜的嫔妃、贵人，因为受不了被废黜后的日子，或死或疯，大家都觉得这个地方阴气太重，所以才叫冷宫。
那平日里没人去过吗？那是什么鬼地方呀？以前住在附近的工人，常看见有幽魂飘出来，连夜的哭，可吓人了。我去看看。小猪，咱别进去了，怪怕人的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于是，你就认命了。放开我！放手！放开我！哟，安答应怎么到这儿了？放开我！甄姐姐听说于氏辱骂不休，让我来看看怎么回事。放手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怎么，公公的差事还没了吗？哎，还撒泼呢！怎么是你？怎么会是你？皇上呢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把他扯开！皇上是万金之体，怎会随意踏足冷宫？都是甄嬛，都是这个贱人，哄得皇上非杀了我不可。你这般不肯就死，不就是想死得明白吗？那我便来告诉你，甄姐姐的药中是你动的手脚吧？是我指使人干的。要不是他，我怎么会失宠于皇上，落到今天这般田地？我恨不得啃他的骨头，喝他的血，叫他这个贱人永世不得超生。恨不得有什么用？成王败寇，你还不乖乖服诛？我不能死。我和皇上初心相遇，皇上喜欢听我唱昆曲，他不舍得让我死。除夕之夜已梅园中，逆风如解意，容易莫摧残。你顶了姐姐的恩宠，还有何脸面活在世上？是他，竟然是他！不，我不能死，我不能死！皇上，皇上，你喜欢听我唱昆曲？借一步说话。我再给您唱啊，皇上。小主，皇上心烦，皇后头风又犯了，可不能容她这么继续闹下去。皇上，小主不知，皇上是赐他自尽，可这疯妇砸了药酒，撕了白绫，简直是无计可施。公公服侍皇上很久了吧？奴才服侍皇上已30余年了。公公伺候皇上劳苦功高，在宫中又见多识广，最能揣摩皇上的心思。眼下皇上已经出宫去了，难道真的要等皇上回来见了他再处置吗？小主的意思是，皇上既是赐他自尽，他死了，公公的差事便也了了。谁会追究他是自尽还是别的？比如说，昔日下令殉葬的嫔妃若不肯就死，该当如何？奴才明白。公公比玲珑更明白什么叫夜长梦多的事，了断了他，也了了皇上的一桩心事。明白。奴才恭送小主。皇上救我呀！皇上，甄嬛，在我手里，必定会有人放火了结你，你必定不得好死。死到临头还不知悔改。于是他一定会死的，只是小主何必来这鬼气森森的地方一趟呢？我要让姐姐知道，我这么做都是为。
会说什么？做得好，下去吧。奴才告退。小主，你还好吧？小主，没事吧？死就死了，还说这些恶心人的话做什么？小主，你快闻闻这个香，去去恶心。哀答应吉祥。姐姐呢？正在里头和沈贵人用茶呢。奴才去禀报一声，说小主您来了。哦，不必了。正好我也想进去讨口茶吃，我自己去就是了。梅姐姐，这件事情是不是我太过分了？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可是我没有想到这件事情，玲珑会那么心狠。玲珑也是为了咱们。宫中杀戮之事太多，若不是对别人狠，只怕别人会对你更狠。这些我都知道，只是这件事一开始由你而起，玲珑也不曾牵涉其中，现在却去冷宫让人活活勒死于氏，这举止完全不像她平日柔柔弱弱的样子。只是这件事由你开始，玲珑一开始也不曾牵涉其中，现在却去冷宫让人活活勒死于氏，这举止完全不像她平日柔柔弱弱的样子。兔子急了也会咬人的，可是连苏培盛都棘手的事，玲珑却能解决得这么干脆利落，实在是让我太意外了。虽然意外，可玲珑毕竟也是为了咱们。话是如此，可是我总还觉得这不像我日面对的那个玲珑。死绝了，死得透透的了。拉去乱葬岗的时候，有人亲眼瞧见，下手可真够狠的，脖子都勒断了半根，可吓人了。哼，那些没根儿的东西，做事儿倒是挺利落的。也难怪呀，他连皇上身边的人都敢得罪，活该他有今天。他没说漏了嘴吧？一句都没有。算他识相，从前小看了那个病歪歪的甄嬛，以后走着瞧吧。气闷了这么些天儿，也该下场大雨了。锦溪，哎，小主，怎么不睡了？我有些害怕。哎呀，那些鬼神之说都是世人以讹传讹的，小主不要放在心上。我不是害怕鬼神之说，我是害怕，虽然于氏一命归西，但此事并没有完全了结。小主是怀疑于氏背后另有人指使吧？你细想想，于氏不像是心计深沉的人，她不过一介宫女出身，怎么会懂得药理？知道每次在我汤药里下几分药料，怎么细心安排人在碎玉轩里里应外合？那药是从哪儿来的？对，当然小主真应该留下他一个活口，细细审问才是。他恨我入骨，不会说出背后指使的，甚至会反咬我们，盘无旁人。反倒他死了，主使他的人才会有所松懈，我们才会有机可循。那咱们就拿于氏的死来做一出好戏。小主在宝华殿诵经祈福了半夜，的确辛苦。
皇后娘娘近日奉天请假，为皇后祈福也是妾妃应尽之礼。谁在哭啊？听着怪瘆人的，快走快走！鬼你是真看见了？贵人姐姐祈福诵经，累了半夜，会不会眼花了？你要不信，你问三儿，他也看见了。真的，那是女人的头发，冰冰凉的，有腥臭味儿，是死人味儿。你们瞧，三儿都给吓傻了。她可是我宫里最伶俐的丫头啊。是，我刚才听说一个小太监也看见了，活活的吓出一身病来。我真看见了，穿着白色的衣服，惨白的脸，舌头有那么长，上面还滴着血，眼睛里也滴着血，头发散着，一直哭，一直哭。她哭得那么惨，莫非是枉死的女人？看你闷不作声的，说话倒说到点儿上了。要不是枉死的女人，能半夜哭啊？枉死的女人，哎呀，那肯定是那个死在冷宫里的于氏，于氏的冤魂来索命来了。别胡说，她是罪该万死，有什么枉死的？你知道什么呀？当时她不肯就死，苏公公没法交差了，拿弓箭把她活活的给勒死了。后宫这么乱，不如等皇上回来，我们禀告皇上吧。皇上最讨厌鬼神之说了，要是你敢，你去说去吧。冤有头债有主，我没害他呀，他来找我做什么？所以他没害你呀，这不转脸就走了，否则你还能好好的待在这儿。那你们说说，他会去找谁呀？反正不关婉姐姐的事。听说于氏一死，婉贵人成宿的睡不着，太医可曾去看过？多谢娘娘关心，温太医已经在救治了，只是尚未见起色。这几日宫里闹鬼闹得厉害，前后10几个人都见过了，真是日夜不安呐。我也听说了，太监们都被吓病了，富察贵人连门都不敢出。皇上说了，鬼神之说只不过是怪力乱神，何况有那么多人见过了，不过是添油加醋，以讹传讹罢了。看来齐妃是太久没见过皇上了，连皇上的话都不记得了。娘娘久听盛言，自然不怕，不比咱们经常见不到皇上。若是常有皇上的福泽相随，宫里自然少了这些流言了。只可惜呀，咱们没这福气罢了。既然没福，就自求多福吧，否则来日那冤魂找上门来，抱佛脚都不管用。你们这些人，私下里说的更难听，满嘴的妖魔鬼怪，本宫倒不相信了。于是生前恨谁，死后自然会去找谁，其他人瞎操什么心？娘娘教诲的是，于是又没有人指使，当然是自己作孽，自己遭罪。若是有人指使的话，他10成9也要去。
让法师超度一下冷宫里的亡魂呢。臣妾前几日心神恍惚，多谢娘娘垂怜，免了几日向您请安。今儿看着气色是好多了，前一阵子看着你的小脸儿还是苍白的。多谢皇后娘娘关怀，本该日日来向皇后娘娘请安的，疏忽了这些日子，还望娘娘恕罪。快坐下来吧。谢娘娘。你一直都不太好，本宫也不忍心要你每天都跑来跑去的。也是，这白天请安也就罢了，若是晚上出来撞见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，那可怎么好？哎呀，皇后娘娘，打这么大的雷，恐怕一会儿会有大雷雨呢。这2天一下雨，确实没法出门了。时候都不早了，你们都散了吧。臣妾告退。今天曹贵人怎么没来啊？温宜公主感染了风寒，她得陪着，没法出来。哦。恭送华妃娘娘，恭送丽嫔娘娘。虽说婉贵人好些了，可本宫瞧你这脸色憔悴许多，想来这噩梦缠身的滋味不好受吧？娘您别说，那东西有灵性，会缠人的。你真是被吓得神志不清了，竟敢在本宫面前胡言乱语。华妃娘娘恕罪，姐姐此番的确是受惊不小，实在是很多人都亲眼见过，所以不得不小心些。是，嫔妾就亲眼看到过。若不是真的有冤魂，为何连皇后都要举行法事超度？只是那冤魂怨气冲天的，也不知法师能不能压得住。法师也压不住吗？他死的那样惨，一定怨气很深的。不是说道高1尺，魔高1丈吗？听说当日皇上赐他自尽，平日里与他交好的妃嫔，竟无一人替他求情，才使他惨死冷宫，心生怨念。这些话从奴才嘴里说出来也就罢了，从你们这些嫔妃口中说出，美得失了身份。这些话的确是咱们不该说的，只是如今闹得人心惶惶的。听闻曹贵人素来胆大，要是有他陪伴也放心些。只是今日怎么不见曹贵人？温宜公主感染了风寒，曹贵人得照顾她，所以今天没向皇后请安。婉贵人向来是心思细密，想必是多虑了吧。咱们走。也是，只要不做亏心事儿，就不怕鬼敲门。快走吧，天都这么黑了，再晚了脏东西出来怎么办？是啊，快变天了，咱们还是快些走吧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事儿啊？什么东西？怎么了？是丽嫔的声音。是。锦溪，快去禀告皇后。是。我们快去看看。夜深人静了，你瞎叫唤什么？还不快闭上嘴！有鬼！有鬼！有鬼！他来了！他来了是不是？他来了是不是？谁在胡说？立刻发落他去冷宫！愣着干什么？把他扶起来！
丽嫔失心疯了，还不快堵上她的嘴，带回翊坤宫去！等一下，华妃娘娘三思。此刻发生了什么事尚且不清楚，嫔妾以为应先把丽嫔送回她宫中，再急召太医才是，怎的要先去翊坤宫？丽嫔大失常态，不宜见人，还是带回翊坤宫方便些。娘娘说的极是，只是事发突然，嫔妾以为应先派人回禀皇后才是。事从权宜，丽嫔如此状况，恐误了皇后的耳朵，晚一会儿再回禀皇后也不迟。本宫一向助皇后协理六宫，难道这点事儿还做不了主？丽嫔乃一宫主位，事关重大，娘娘实在应告知皇后娘娘，以免日后皇上怪罪。就算婉贵人胜券优容，也不必拿皇上来压本宫。你们如此阻拦本宫，是存心要与本宫过不去吗？嫔妾并非要与娘娘过意不去，只是方才丽嫔言语中涉及了嫔妾前时中毒之事，嫔妾身在其中，不得不多此一举。小主，两位小主可回来了，这么长时间才回来，让我们担心坏了呢。小影子，哎，让你装神弄鬼，可委屈你了。小主说这话可折煞奴才了。不过奴才刚刚偷偷照了镜子，那个样子的确把自己都吓了一跳。可不是嘛，你把丽嫔吓得不轻，颠三倒四的，倒说漏嘴了不少。
没想到奴才这点小本事还派上这用场，还真得谢谢浣碧姐姐给奴才准备这身白纱衣，还有安大爷给奴才画的这张大白脸。我那些算什么？还是两位姐姐的主意好。是你先想的法子好，我和环儿不过是把法子想全了去做罢了。姐姐不会怪我狠毒吧？我做的这一切，都是为了咱们在宫中能够平安。怎么会？咱们都是姐妹，谁会说这个？梅姐姐也不会怪我吗？你最细腻，发现丽嫔最怕鬼神，也亏了你了。好了好了，先不说这个了。小影子，先把这行头给烧了，万一露了痕迹，反而要坏事。这奴才知道。娘娘坐会儿吧，来回走的也累了。叫你来了半日，一句话都没有。哭就知道哭，你带她来做什么？娘娘您息怒，公主她是病了，离不开臣妾。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倒没了主意了。娘娘，您相信鬼神之说吗？正是因为娘娘不信，所以鬼神并不敢侵袭，而丽嫔色厉内荏，装神弄鬼的也就唬住她了。装神弄鬼？你是说有人装神弄鬼？否则何以解释那鬼魂只敢吓唬丽嫔，却不敢接近娘娘呢？是甄嬛，一定是她。沈眉庄没那么多鬼主意。好，她敢装神弄鬼，我就把她的碎玉轩翻过来，翻出来那些装神弄鬼的东西。不可，娘娘万万不可！此事您已脱不了干系，若再大肆搜宫，反而不妙了。况且甄嬛必定早毁去那些物件，您搜也无用啊！难道坐以待毙不成吗？所幸丽嫔不是已经疯了吗？疯了才会胡言乱语。疯子的话信不得，疯子的话是不能信。皇后娘娘万福金安，都起来吧。谢皇后娘娘。本宫这么早叫你们来，是为了昨天晚上的事，想问个仔细。太后驾到！给太后请安，太后金安。都起来吧。谢太后。华妃一早来请安，说丽嫔不大好，哀家过来看看。今日的事怎么惊动太后了？我想大约是华妃怕被疑心，就先告诉太后撇清自己。她胆子倒大，太后是皇后娘娘的自家人，自然是护着皇后的。她敢这么做，必然是有几分把握。再有把握，也比不上骨肉血缘呢。皇后一直被华妃压着，太后心里肯定不高兴。昨夜的事儿闹得那么大，如今人人的眼睛都在盯着景仁宫，现在却没什么动静。小时候听人说，但凡海上有风暴来临前，海面总是格外平静。太后听了大半晌的胡话，怕是也听烦了，先喝口水歇歇吧。这样新奇的胡话，哀家也是难得听到。太后听过就算了，臣妾会请太医好好医治丽嫔的。不必了，疯疯癫癫的话就这么难听了，更别说她醒了的话了。让她离开景仁宫，去冷宫，省得脏了你这块地方。是。臣妾明日就交代挪宫的事。丽嫔还真不中用，经不得这么一下。可见啊，做贼心虚这句话是不错的。
可是丽嫔说是华妃指使。华妃指使的又如何？丽嫔的话只能当是疯话。太后，哀家知道，华妃压了你这些年，她也是太不知收敛。自从进了王府，就恃宠妄为。可是皇帝喜欢她，她的哥哥又是年羹尧。现在丽嫔疯了，谁都知道疯子的话是不能信的。是。所以小惩大戒，点到为止就行了。对外就说宫中流言四起，必须你这个皇后来管理才能镇得住。那皇上那边，皇帝回来，哀家会告诉他，是你处置了六宫，平定了谣言。至于婉贵人，她很聪明，沈贵人也沉稳，有些事你可以让沈贵人试着历练着去办。是，都是皇上和太后亲自选的秀女。那就传哀家的懿旨，让华妃好好休息，协理六宫的事儿，用不着她操心了。是。浣碧，你怎么在这里呀？安小主好，我家小主让我去取些香烛，顺便把画好的佛经给烧了。啊，姐姐怎么突然烧起佛经来了？小主说近日宫中出现的事情多，烧些佛经保平安嘛。再者，于氏已死，再坏也是生前的事了，让我也烧些给他，让他早日超脱。时辰不早了，那奴婢就先告辞了。好。小主，小主你怎么了？姐姐让浣碧给于氏烧佛经，是不是怪我逼死于氏？怎么会呢？这事婉贵人也脱不了干系，婉贵人怎么会怪小主呢？小主，你别多想了，我们走吧。皇上驾到！皇上万福金安！快起来吧。皇上，你总算回来了。坐。想朕了。臣妾惦念皇上，外出巡视这段日子一定很辛苦吧？朕刚刚去见过太后，下毒的事有了了结，你能安心，朕的心里也松快些。事情既已过去，皇上就别动气了。丽嫔也是在意皇上，才会记恨臣妾。在意朕，她在意的是自己的荣华还是朕，只有她自己心里清楚。就算是她在意朕，因为这个做了阴毒之事，朕也是绝不能轻纵她。丽嫔犯错已经得到了教训，虽然华妃娘娘素日与丽嫔多有来往，但想来华妃娘娘也不会糊涂到与丽嫔同流合污。华妃深受天恩，又心信果义。果义？你觉得什么是果义？行事果敢，能长事用人的，便称为果义。华妃娘娘协理六宫，想来是当得起这两个字的。凡事皆有两面，太后行事一向有分寸，后宫的事她从不多管，但只要管了，必定是她看不过眼的大事。此番严惩，就是告诫后宫，不要再这样乌烟瘴气。臣妾只希望，今后后宫中人都能够互相体谅，少些记恨，这样皇上才能专心政事，无后顾之忧。今日早朝，我看见你父亲咳了2声，好像是受了风寒。父亲一直有喉疾，臣妾也担心得很。所以下了早朝，朕就让苏培盛拿了2瓶蜜炼枇杷露给你父亲。多谢皇上。他是你父亲，朕关心他是应该的。父亲喉疾，也是臣妾母亲每日牵挂之事。春日熬杏仁百合，秋日蒸川贝白梨，悉心照顾了许多年。你父母伉俪情深，
所以生出的女儿才如此温婉多情。皇上取笑臣妾。娘，今天是您的忌日，不知道爹爹是否会介意？是否和我一样，只能偷偷的给您烧纸钱？娘，女儿不孝，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出人头地，才能正大光明的给您烧纸钱。这么晚了，谁还会在那里？大胆！皇宫禁地，竟敢私偷纸钱！曹贵人，你不是婉贵人的宫女吗？你要知道，在宫中最忌讳的便是不吉利的事儿，私烧纸钱更是大不敬。就算婉贵人知道了，也保不住。曹贵人恕罪，奴婢再也不敢了。千万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小主。罢了，起来吧，请贵人恕罪。幸亏是遇到了我，若是换做旁人，早拉你去慎刑司了。你老实告诉我，为什么在这里烧纸钱？今天是我娘的忌日，倒难为你一片孝心。既是要孝敬你娘，你偷偷在碎玉轩烧也就罢了，怎么还跑出来了？奴婢不敢。你们家婉贵人不是向来最疼爱你吗？连吃穿用都与旁人不同。你的这点孝心，她倒不肯成全你吗？奴婢怕冲撞了小主。今日之事，还请贵人千万不要告诉小主。知道了，还不快把这些东西扫了，留下痕迹，等人来抓你不是吗？谢贵人。宝华殿的法师做了4场法事，共支出香火钱是1800两。天气热了，各宫各处的宫女太监们添了晌午的一份绿豆汤解暑，每日所得的银钱是32两。慢着，一天的绿豆汤是32两，那1个月呢？1个月960两。负从简中来，虽然是1碗绿豆汤，但长年累月下来的话，倒也是笔大数目。皇后说的是，只是这笔开支从先帝手里就有了，若是突然断了，只怕底下人心中有怨言。皇上说的是，主上恩遇奴才们做事才尽力尽心，这笔开支倒是省不得的。婉贵人，你怎么看？臣妾不懂这些，梅姐姐只管算账，那臣妾就只管喝茶了。这便是最会享福的命了。皇上，臣妾想着，其实每日宫里的份例都用不完的。比方就贵人来说吧，每日陈梗米1升2合，猪肉6斤，鲜菜6斤，白面2斤，豆腐1斤8两，便是怎么吃也吃不完的，就不用说平味和非味的功力了。臣妾想着，倒不如把这些都折了现银，分给各个宫里。绿豆和冰糖的栗子也都折了现银，分给各宫的奴才。一来省了开销，二来也人人有份，省得大家你吃了我的，我又吃了旁人的，总有抱怨。姐姐玲珑剔透，换作是臣妾，是断断算不了这些的。臣妾头痛了，幸亏有沈贵人计算，处处得力。臣妾哪懂什么？若不是皇后娘娘处处提点着，臣妾早不知出了多少笑话了。你还年轻，该多历练。只是这历练，
也得有天赋性情的。那便是说臣妾了，天生是蠢笨。你们看他这张嘴，还说自个儿蠢笨，那别人怎么算呢？依臣妾说，皇上都怪不着妹妹，应该是怪皇上自己宠了妹妹这张嘴，倒纵得她爱说什么便是什么了。奴才给华妃娘娘请安。起来吧。谢娘娘。去禀报皇后，说本宫来请安。怎么，连娘娘的使唤不动你们了？那便不必禀报了，本宫自己进去。娘娘，皇后娘娘今日风疾发作，不宜见客。正因为皇后娘娘凤体违和，本宫才来请安的。哼，娘娘凤体违和，兴致倒好。皇上来看望娘娘，那正好，本宫顺道向皇上请安，也免得再跑一趟养心殿了。娘娘万安。今日皇后娘娘是否凤体违和都不要紧，重要的是皇上看到娘娘是否会动怒，圣体违和。娘娘是聪明人，自然知道圣意是何等的要紧，您又何苦去惹皇上不痛快？恭送娘娘。启禀娘娘，曹贵人来了。娘娘吉祥。皇上是一个念情念旧的人，得失只在皇上一念之间罢了。说的倒轻巧。如今婉贵人迷了皇上心窍，皇后从中作梗，现在本宫连见皇上一面都难了。娘娘贤德，嫔妾愿为娘娘效犬马之劳，从中劝和。就凭你？皇上舐犊情深，温宜颇受皇上怜爱。起来吧，赐座。多谢娘娘。丽嫔是绣花枕头，中看不中用。说来，到底是你有福气些，身旁有女傍身，总比本宫膝下无依好得多。嫔妾无德无能，若无娘娘庇护，公主哪得平安成长？娘娘向来疼爱温宜，温宜长大后定视娘娘如生母，孝顺娘娘。瞧你，头发都散了，还陪着本宫说话，难为你了。宋之，是。带曹贵人到后面梳妆更衣。是。
多谢娘娘。皇上有日子没见到温宜了吧？带温宜去济仁宫给皇上请安吧。是，只是嫔妾不善言辞，怕惹皇上厌烦。你不善言辞没关系，只要温宜会笑会闹就行。启禀皇上、皇后，曹贵人带温宜公主前来请安。大热天的，带着公主出来，别中了暑气才好。快请进来吧。这。皇上万福，皇后万福。这个时候日头大，你怎么还抱着公主走来走去？你倒不怕她受得了吗？皇上教训的是，只是晨起，公主便啼哭不已，想是许久不见皇后娘娘，因此想念娘娘了。罢了，朕也好久不见公主了。来，朕抱抱。哎呀，哈哈哈哈！几日不见，怎么公主抱着轻了些？天气炎热，公主吃不下，难免瘦了些。温宜年幼怕热，嫔妃们只怕也受不住。天气太热，不如去圆明园避避暑。圆明园那边一直打点着，皇上可以随时起驾。朕也想去那儿住段日子。先前给先帝爷扶丧，有2年都没去了。说去倒也容易，只是跟着去的妃嫔不多，皇上想哪几个跟着去呀？他们2个自不必说，这些皇子、公主的生母自然要跟着，方便起居照顾。再叫上静嫔也就是了。端妃身子最弱，在宫里养病，怕是不相宜，她也跟着去吧。这个自然。那么华妃，不如留下她照看紫禁城余下的嫔妃吧。这个步摇是朕赐给华妃的吧？是，华妃娘娘每次带着这个步摇，公主都会笑，因此华妃便赐予臣妾，逗着公主玩儿。嘿嘿，华妃也去。是。是谁的心思，竟想到这样妥帖？皇上知道小主素性淡香，未避暑热又不宜焚香，
因此特意命奴才去新鲜香花，又放风轮纳凉取香。果然又香又凉快。别的小主那里全没有，小主是头一份的呢。这法子真是巧，皇上真是有心了。如今天还不热，一到了3伏日子，在店里放上冰窖里起出的冰块，那才叫一个舒服透心儿呢。皇上一早吩咐了咱内务府，只要小主一觉热，马上就用冰。奴才们哪敢不用心呢？皇公公辛苦了，还得劳烦您去回皇上的话，说我等一下亲自过去谢恩。小主这话，奴才怎么敢担当？只是皇上等会儿怕是要去引荐楼练骑射，小主可歇歇，再慢慢过去。这会儿练骑射，是谁陪着？果郡王和曹贵人。曹贵人？是啊，温宜公主身体好转，皇上想见见曹贵人。听说皇上喜欢圆明园，说来我也头一回来呢。对了，小主，听说这回端妃也来了，咱们还不知道端妃是什么样子呢。端妃卧病多年，日子处久了，总会照面的。什么东西啊？好剑法！这是京西的野鸽子，以灵巧清洁著称，能一剑贯穿4目，剑法实在精准。婉贵人吉祥！哎，是皇上在园子里练骑射吗？果郡王来了，皇上与王爷顺手打了野物。这倒是真的，果郡王来了。我听刘珠说，那日小主与皇上在御花园里初见，皇上便自称是果郡王来着，这倒是逢上真主了。皇上剑法真准，果郡王剑术精良，皇上也赞不绝口呢。素闻果郡王善于琴棋诗画，倒不想剑法也这样好。姑娘才来不知道，咱们王爷呀，会得多着呢。小夏子，你快捧了野鸽子去吧，一并替我向皇上通报，说我等下就去勤政殿请安。奴才告退。朕记得你的剑术是皇阿玛手把手教的。皇兄的骑射师傅是满洲第一巴图鲁，臣弟于顿，虽是皇阿玛亲手所教，可并没有学到皇阿玛的真传。巴图鲁教的是剑术，皇阿玛给的是舐犊之情。皇阿玛还是偏心你的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。恰恰是皇阿玛的这一偏爱，臣弟倒成了无用之人了。你今日也累了，早点回去歇息。朕回勤政殿了。皇上起驾，恭送皇上。皇上万福金安。你来了。这老十七费尽了功夫，寻了这半斤雪顶寒翠，真是好茶。你也来品一杯。皇上真是好兴致。听说雪顶寒翠生长于极北苦寒之地的险峻山峰，极难采摘，世间所有不过10余株。因常年得雪水滋养，茶味清新冷冽，极是难得。王爷真是有心了。小夏子，这旁的也就罢了。如今天气热，这一路送来就得费尽心思，倒是这心意难得。皇上方才还说呢，要就这一遭也罢了，年年如此，可不太费了银子。王爷心思细巧，皇上却心怀大略。婉贵人，这句话可是说到点子上了。臣妾听闻，皇上适才与王爷涉猎，得了极好的彩头，怎的转眼就不见了王爷？想必一定听说妹妹貌若天仙，赶紧走开避嫌去了。姐姐抬举臣妾了。皇上不必为王爷遮掩，定是王爷听闻臣妾貌若无颜，怕受惊吓，所以躲开了。你听听，
他若是貌若无言，那朕后宫主人岂非进成了东市丑妇一流？婉妹妹谦虚，皇上听他玩笑呢。快尝尝这雪顶寒翠吧。当真是好茶，入口幽香，神清气爽。十七爷果然有心了。臣妾听闻，皇上当日初见婉贵人，为怕妹妹生疏了，便假借十七爷之名与妹妹品箫弹琴，这才成就今日姻缘，当真是一段佳话呢。这样的细微密事，姐姐也知晓，定是皇上说的。朕可没说，是秦墨心气，自己留神听来的。如此说来，这十七爷还是皇上与婉妹妹的媒人呢，应该好好一些。何况这位大媒风流倜傥，朝中多少官宦家的小姐都倾心不已，日夜得求亲近。妹妹，想必妹妹在闺阁之中也听闻过十七爷的盛名吧？妹妹入宫前久居深闺，入宫后又卧病不出，不曾听闻王爷大名，真是孤陋寡闻了。皇上文采风流，又体贴咱们姐妹心思，不知当日是否也做此举来亲近姐姐芳泽呢？这个时辰，想必温姨也该饿了。皇上，臣妾先回去瞧瞧。也好。温姨病好了以后，老是哭闹不止。姜太医常为你把平安脉，也让他看看是什么缘故。是，臣妾让姜太医瞧过了，再来禀报皇上。这把琴是先帝淑妃的爱物。你来之前，朕本想听人弹奏一曲，可是曹贵人曹琴墨人如其名，在琴艺上甚是生疏。臣妾着人去请梅姐姐来吧。梅姐姐琴弹得极好，梅庄对于曲调的精通在你之上。可是他的曲中缺少情致，如此良琴，若无情致，岂不是索然无味？还是你给朕弹奏一曲吧。那臣妾就为皇上弹奏一曲。果然是极好的琴，音色如此清脆。碧波清风，品茶听琴，果然是人生乐事。就弹那半阙《山居吟》吧。臣妾弹得不好，还请皇上不要见笑。琴音精妙，只是你心有旁骛，心思没有全然赋予此琴。臣妾辜负此琴，还请皇上恕罪。你初次弹这把琴，难免生疏不能投入。不过朕倒另有一个疑惑：
你对朕的情谊，朕已经明了。只是朕想知道，你是何时对朕有情的？小主是不是疑心有人把小主与皇上当年的私事告诉了曹贵人？我也只是这么猜着，并没有什么证据。可是这种事，只有和小主最亲近的人才知道，连奴婢也是今天才得知此事。想来当日亲见此事的只有流珠姑娘一人。可是流珠姑娘是小主从娘家带来的陪嫁丫头啊。我知道。可是流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我是信得过的。是，她绝不会与曹琴墨牵连在一起来出卖我。奴婢也这么想。莫非是流珠姑娘心直口快，一不小心说与了旁人听，而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就这样口耳相传的传到了曹琴墨耳朵里。思来想去，也只有这个解释了。幸好皇上信任我，否则3人成虎，我恐怕要死无葬身之地了。的确如此。旁的不要紧，只要皇上信得小主就好。娘娘，奴婢已经按照您的吩咐，让御膳房减少各宫各院的例菜，并且多用素菜。好啊，皇上要后宫节俭，本宫尤其要做出表率。是。华妃和齐妃位分高，都要和本宫一样，其他妃嫔才会心服口服的。娘娘英明。不是本宫英明，例菜减半的主意是沈贵人在皇上跟前提的，这份功劳和苦心，本宫可不能抢了他的。娘娘，奴婢从御膳房拿了点心来了。东西少就罢了，怎么本宫喜欢的蟹粉酥都没有啊？御膳房的人说蟹粉贵得很，如今皇后下旨，
不许再用这些贵价的点心了。每日的例菜减半不说，连点心都这么小家子气。娘娘不要生气，行宫不比宫里，什么都齐全。皇后从来就小气，宫里就这么几个人，能有多大的花销？午膳晚膳全是素菜，什么醋黄瓜、凉拌金针，恨不得荤腥都不见。本来夏天胃口就不好，那些个好东西更不用吃了。奴婢听说皇后宫里也是这样的，都是那个沈贵人的主意，劝了皇上要裁剪例菜呢。还没协理6宫呢，就学会拿着鸡毛当令箭了。哼，宋芝，拿些银票去，各宫都吃得苦，给那些宫女太监们补贴点油水。是。彩月他们新做的酸梅汤，我觉得不错，比御膳房的要好。你也快尝尝。姐姐忘了，我是不爱吃酸的。啊，瞧我这记性。那妹妹的我就先喝了。小主睡前就喝了4、5碗，仔细伤胃。那也罢了，但今天热，我就爱喝这个。那是福临的酸梅汤做得好。福临是谁？是行宫里的小宫女，拨来伺候小主的。对了，温宜公主下个月19满周岁，皇上嘱咐了皇后要好生热闹一番。皇上喜欢温宜，难免多见曹贵人几次。华妃的事儿没有牵连到他，他反而更得意了。是啊，晴儿的事我也听说了。这个人几句话就能挑到要害，让皇上疑心你，不可小觑。幸好皇上没再说什么。任凭眼前皇上怎么宠爱咱们，没有子嗣终究也是不稳固的。你且看华妃就知道，纵然她纵横6宫，可没有子嗣，这手上的权势说没也就没有了。没有个实实在在的孩子，到底说什么也是空的。姐姐和她不一样。我倒真是和他们不一样。皇上再怎么不待见齐妃，为了3阿哥，也得和他过过话。曹贵人和新常在虽说是女儿，可皇上也一样疼爱。只要记挂着孩子，就会顾惜到生母。如若不然，皇上过了一时的兴致，总会抛到一边的。仔细算来，姐姐服侍皇上也快有1年了，怎么还不见好消息呢？皇上1个月才到后宫几次啊？如今我帮着皇后娘娘料理琐事，越发顾不得了。唉，说到底，也是我福薄吧。呸呸呸！什么福薄？当初华妃盛宠，还不是没有身孕？况且我们还年轻，以后日子还长着呢。以后我们必定会儿孙满堂，承欢膝下。姐姐放心吧。我不怕和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虽说淡玉龙意要靠天意，但是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你我也得要点人为才是啊。这左右就是皇上来与不来，还能有什么人为的呢？这位太医是？江大人回家守丧，太医院特派微臣刘本来向沈贵人请平安脉。婉贵人在里头，刘太医稍等片刻。好。你看，我软硬兼施，才让江太医给我开了这张方子。照着方子调养，一定会得男孩。你也快拿去照方调养吧。
是哪个姜太医啊？还有哪个姜太医呀？就是妇产千金一科最拿手的姜成。姜成，他弟弟姜慎是照顾曹贵人母女的太医。不错。这方子可不可信啊？你放心，我呀，也是放心不过，才派很多人去调查他的底细。原来这姜成和姜慎并非一母所生，他们的母亲不睦已久，兄弟俩也是势如水火。要不我怎么敢用它？你放心用吧，我也是翻看了很多医书，才决定用这张方子的。我总觉得不妥。你先把方子收起来，等下问过温太医再用。刘珠，你去太医院看看，看看温大人在不在。若是在，请他即刻过来。小主不知道，护国公孙老公爷病重，温大人应诊去了，说是一应吃住全在孙府，等孙老公爷病愈了，温大人才会回来呢。他什么时候去的？就昨午后。孙老公爷病得突然，所以温大人走得也急。真是太不巧了。算了，这药啊，我已经吃过2回了，我觉着还不错，你就不用兴师动众的了。咱们还大老远请什么温大人啊？我刚才瞧院子里现成站着一太医呢。嗯。如今有太医来，我就不打扰了，明儿再来看你。刘珠，奴才给主子请安。小臣给小主请安。这位太医开的眼生得很，以前好像没有见过。微臣是第一次伺候小主脉象。听说话像是济州口音。微臣是前几日刚从济州任上调来的。这倒难得，我也是济州人。微臣竟有这等福气。福临，去蒸壶龙井来。是。再过半月就是温宜公主的生辰了，宫里孩子不多。满周岁的日子自然要好好的庆祝。皇上的意思是，虽不在宫里头，但也不能从简，一定要把它办得热闹才是。这件事呢，已经交代了内务府去办了。谢皇上皇后，臣妾与公主感激不尽。你为皇上诞下龙翼，乃是有功之人，不用说谢。子孙繁盛乃是社稷之福，皇上膝下龙翼又不多，还请各位妹妹要为皇上分忧才是啊。是皇娘娘，龙翼原是不多，可到了这儿，不是县城就多了一个吗？华妃，你可别犯了忌讳。人人都忌讳，本宫却不忌讳。奴婢生的孩子，也配做龙翼吗？四阿哥的亲生母亲是贱婢不假，可是皇上的孩子就是皇上的孩子，同样是三阿哥的亲兄弟，他也配。好了，好端端的说这些干嘛？大家都是皇上身边的老人了，即便不在乎宫里的忌讳，越发连皇上的心意都不顾忌了吗？臣妾不敢。得空就陪着三阿哥温书，仔细皇上查问起来。多谢娘娘关怀。近日三阿哥勤快得很，日日温书到深夜。这就是了。三阿哥是皇上的长子，最应该做个表率。光用宫顶什么用啊？只怕还不如见坯子呢。方才我过来的时候，看见四阿哥在湖边背书，那书背的可比三阿哥顺溜多了。哎，皇后您说，这李金贵死得早，是谁调教的四阿哥比这千尊万贵的三阿哥还要伶俐啊？你，华妃，别失了分寸。
温宜公主就要满周岁了，按理说你的位分也该尽一尽了。不过皇上说，眼下正在用兵之际，万事拮据，必得平定战事后，给你风风光光的行册封礼才好。倒也不急在这一时。是，皇上的心意，臣妾敏感于心。只是臣妾卑微，实在不敢受此隆恩。臣妾只求能陪伴在皇上与皇后身边，便心满意足了。本宫知道你识大体，皇上赏你一对白玉如意，给公主安枕所用。等一下，本宫让人给你带回去。谢皇后。我的爷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跟着您的嬷嬷们呢？他们好久不管我了。我能向皇后娘娘请安吗？娘娘刚歇下了。那我能给皇阿玛请安吗？皇上传了诏，您再去吧，好吗？来人呐！好好送4阿哥回去。这4阿哥请。娘娘，这帘子难拨，仔细手头。本宫知道皇上喜欢吃莲子，就自己拨一些，等一下好炖了百合莲子汤给皇上喝。娘娘对皇上的真心真是千金难求。真心又如何？又没有子嗣。娘娘，刚才4阿哥来过了。他来干什么？他想拜见皇上。罢了吧。皇上一看见他，又想起以前的烦心事，又该动气了。其实4阿哥的生母早亡，他孤苦无依，也怪可怜的。你的意思是让本宫抚养4阿哥？奴婢是觉得，娘娘若觉得膝下寂寞，4阿哥也是一个人选啊。皇上最不喜欢的就是4阿哥，本宫抚养他又何用？算了吧。这天气一热，这一闷，脸上就越发爱长痘了。你看这颗，还有这颗。得了得了，如今我瞧脸上长的这几颗，倒白里透红的好看。前几日姐姐脸上长痘来着，如今好了，便来说嘴笑话我。好啦，那不笑话你。你若喜欢，我便教你一个法子。太医院的刘本原是我同乡，那日来请脉，给了我一个偏方。你瞧，这2日可不都好了？可是刘本，从前从没听说过。他前2日刚从济州过来，医术倒还不错。那可不是老乡见老乡了。为人还好吗？我瞧着倒是挺好的。那就好。在我们身边伺候的人，医术倒还是次要的，要紧的是为人端正，底细要清楚。可不是嘛。如今你身边有个温实初，我这边来了一个刘本，可也算是相得益彰了。姐姐既信得过这人，那上次江城给的方子，可叫他看过了？看过了，他说是实实在在的好方子。真的。给娘娘请安。我还以为只有咱们3个人出来逛逛，没想到婉贵人和沈贵人也是啊。难得这会子天气凉快些。婉妹妹在这儿就好了，我还正要去找妹妹呢。不知曹姐姐有何见教？上次是姐姐失言了，听说还引得皇上与妹妹起了局语。可姐姐我确实是无心的，这会儿见了妹妹，少不得要向妹妹赔罪了。曹姐姐哪里的话，妹妹不过是在御前和皇上嘀咕了几句，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。妹妹呀，深受皇上的宠爱，与皇上嘀咕几句不算什么大事，但是要是换了别人，那就是天大的事了。
我们如何能与婉贵人相比呀？就算是要和皇上嘀咕几句，那总得见得上面吧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哪有站在这儿说话的道理呀？不如去我那儿坐坐吧。我还特地命人备了一桌筵席，要向妹妹赔罪呢。这不，还特地请了新常在和齐妃作陪。婉妹妹，你可一定要赏光啊！沈贵人，听说沈贵人弹得一手的好琴。这俗话说主雅客来琴，可是我这个做东的呢，又实在没什么本事，所以还得请沈贵人为我们弹奏一曲来留客呀。如此，多谢曹姐姐美意。小主，梅子汤晾好了，请各位小主品尝。方才动了荤心，现在又给咱们解腻，你的心思啊，真是难得啊！哟，沈贵人这是怎么了？许是刚才多吃了些白玉蹄花，有些恶心。恶心？哎，这刚才还好端端的，怎么会恶心呢？你这样恶心有几日了？近来天气炎热，我不思饮食也有6、7日了。啊？莫不是有喜了？我问你，你这个月的月信来了没有？哎呀，大家都是姐妹，有什么可害臊的？快说呀！这个月已是迟了半月有余了。这8成是有了。齐妃娘娘，你说是不是？哎，你除了恶心之外，还有没有觉得身子懒怠，几日不想动弹，还有时候想吃辛辣的食物？小卫子，快去太医院传太医来。记得要请刘本刘太医。皇上万福，还是皇上先到了。沈贵人有孕，是真的吗？臣妾也是刚听说，还不知详情，未免疏漏。臣妾已经命人去进士房拿存档来了。一块儿进去看看。是。皇上驾到！皇上吉祥！哎，坐着。皇后吉祥！是真的吗？太医，可确定是真的有孕吗？臣恭喜皇上，恭喜小主，小主确有身孕，已1月有余。好，都起来吧。谢皇上。简秋，档案拿来给我看看。皇上，你看。日子不错。沈贵人的贴身宫女在哪儿啊？奴婢在。你们俩是近身服侍沈贵人的宫人，如今她有喜，更要事事小心照料，每日饮食起居都要来向本宫回禀。是。还是皇后细心了。皇上，现在沈贵人既然有孕了，是不是该找一个稳妥的太医帮她照顾着？皇上，刚才来给臣妾诊脉的是太医院的刘本，臣妾觉得他很不错，他又是臣妾的同乡，要不就让他来照应吧。那也好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你的身体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，千万不可以有什么差池啊。是。臣妾疏忽了，皇上皇后来了半日，却连茶也没有奉上一杯，臣妾真是高兴糊涂了。正好朕也渴了，你想用点什么？适才臣妾打分了些梅子汤，现下倒有些想。快！有，梅子汤有的是。妹妹若是喜欢，我天天叫人做了送你那儿去。这曹贵人
真是贤良淑德啊！来人，送梅子汤过来。皇上皇后一路过来，怕也口渴了。别人倒也罢了，婉贵人不喜欢酸的，给他多放点糖。是。